这是90年前的北平，冬日的街头还泛着干冷。一位旧货摊主抄着手，守着脚下的瓶瓶罐罐，在清冷的日头底下等待着客人上门。胡同口卖菜的小贩正帮忙把白菜摆上买主家的台阶上晾晒。那时北方冬季的时令蔬菜少，只有富庶人家才吃得起从南方运来的新鲜菜，寻常百姓的生活基本就是萝卜白菜。大雪初停，鸟静静地蹲在枝头，一片素白之中，有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子正低着头调整着胸前的照相机，她便是伊莲娜·奥普诺。1894年，伊莲娜出生于法国巴黎。与外交官亨利完婚之后，在一次偶然间，她看到了来自中国的照片，从此这个古老的国度变成了她心里的一个梦。1933年，梦想照进了现实，亨利被调往中国。就这样，她带着女儿跟随丈夫，在那个冬天到达了北平。紫禁城的午门，斑驳的红墙上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字样清晰可见。1926年，这里才正式对外开馆。想不到短短几年后，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，一墙之隔的故宫博物院已将国宝悉数南迁。昔日热闹的皇家大院，此时已人迹罕至。登上午门，向西北望去，紫禁城难掩寂寥。护城河边，稀疏的行人和一辆黄包车正穿过冬日的萧瑟。一墙之隔的中南海，湖面上结了冰，落了雪。左边的这间水云榭里，还立着乾隆皇帝题写燕京八景之一太液秋风的石碑。瀛台前的石阶，在枯枝的掩映下层层叠叠。遥想当年幽禁于此的光绪皇帝，也曾在这里反复踱步。这处隐于中南海内的偏僻院落，静谧而威严。得益于1933年上任的北平市长袁良，许多古迹得到修缮，大批皇家宫苑化身公园向公众开放。建于乾隆35年的万佛楼，此时还在。它曾经是北海最高的建筑，楼内原本供奉的10298尊金佛，在1900年被攻占这里的日军悉数劫走，空留的躯壳日渐衰败，在1965年最终被拆除。皇权落幕，京城的生活依旧。商业街上，形态各异的铁皮器皿挂满街头。面对这些市井场面，法国作家穆斯利在传记中这么评价：看伊莲娜的照片，如同穿越到充满诗意的宇宙，尽是中国文化的奇妙景象。衣衫褴褛的男子端详着手里精致的鸟笼，远处是硕大的招牌，兑换银元、钞票。从1933年起，国民政府实行废粮改元，规定不准再用银两，大的买卖一律改用铸造的银元。出了前门往南，天桥热闹非凡。这里的市井娱乐以民间撂地表演为主。所谓撂地，就是在地上划出一个空间作为演出场子，供行走江湖的卖艺人各显神通。伊莲娜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她眼中的北平：这干燥的空气令我心醉，放眼所见，处处令我深深着迷。不过日子久了，城内的街巷已渐渐无法满足她的好奇心。背起相机，她的足迹也开始越过城墙，走向城市之外。距京城50多公里的门头沟妙峰山是华北民间信仰圣地。从明末崇祯年间以来，每年农历4月的春香庙会都会打破这里的宁静。漫长崎岖的山路上，数百档民间文武相会，沿途施茶施粥，表演高跷武术，热闹非凡。从抬华杆的轿夫到售卖小吃的摊贩，无数百姓在这场盛会中寻找到了养家糊口的生计。法国使馆的人员正在13陵的廊檐下歇脚。清末民初，曾经禁备森严的这里不再设防，成了郊游胜地。当时北京的生活成本较低，吸引了近3000西方侨民在此常住，13陵随之成为他们周末度假的好去处。失去了昔日的管制，周边的村民也能常常步入皇陵，在长满杂草的庭院里歇歇脚，捡点柴。而在北京东郊的佛手公主坟前，枯木苍天，这里埋葬着乾隆皇帝的4女
和硕和家公主。曾经栩栩如生的石像，此时矗立在荒草中，映照着一个远去的王朝。向北越过长城，承德避暑山庄皇恩不在。永佑寺的舍利塔常年失修，逐渐残破。八旗兵丁策马引弓的围猎画面已成历史。曾经的皇家狩猎场成了养殖场，只剩下梅花鹿依旧悠闲的觅食。山西大同的五洲山下，建于北魏的云冈石窟前，如今有了简陋的驿站。土墙上车马来电、茶水方便的字样，为古老的佛家境地增添了一缕民间烟火。而在齐鲁大地的崂山太清宫内，全真道士依然手执拂尘，倚靠在古老的石碑旁。从苍茫的北方一路南下，那里的中国又是另一番景象。1934年5月，跟随外交考察团的豪华轮船伊莲娜驶向三峡。在平静的江面上，他们与卢作孚旗下的民安号客轮擦肩而过。这种轮船可载100人，还能兼运货物。船虽不大，但房间、餐厅和卫生间五脏俱全，是当时长江上先进的运输工具。船靠川南，伊莲娜走进了沿江的村寨。她手中捧着的那台双反相机，这种机器需要摄影师低头注视胸前的取景框，这让当地百姓以为她只是在摆弄仪器，浑然不觉已经走进了历史的照片里。正如伊莲娜在自己1946年出版的摄影集《中国》里写的那样，这些一辈子生活在偏远水域的人们，对她这个不速之客流露出的是一种不带敌意的惊奇。很遗憾，在他记录这些景致的3年后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，战火很快蔓延到长江流域，无数村落与川斗民房在随后的常年轰炸中化为烟尘。当影集在欧洲出版时，画里安静的村民与赤脚的孩子，或许早已在战乱中离散。这些战前定格的影像，成为了那座古老文明留给世界最后的江河田园诗。诗歌也有画上句号的时刻。1937年，丈夫亨利调回法国，伊莲娜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再过几小时，我将与最珍爱的中国做最后的离别。当看到沐浴在阳光下的紫禁城，我的心碎了。我担心我快乐的人生和时光将再次结束。”此后的数十年里，她与丈夫远赴乌拉圭，在2战结束后游历了罗马、突尼斯、墨西哥。那台在北京买下的相机，始终在她的行囊里，记录下她一路的经历，也会集成多本畅销的旅行影集。1990年的冬天，伊莲娜在巴黎去世，享年96岁。2016年，她的个人摄影展在法国开幕，名字就叫《昨日的世界》。看着展厅里的150多幅作品，蓬皮杜艺术中心的阿兰·塞亚格不禁感慨，在那个尚未开放的年代，是这些照片跨越了语言和习俗的隔阂。这些定格了中国过去时光的画面，看不见猎奇与偏见，唯有对异乡饱含温情的注视。而在那些漫长的旅程中，伊莲娜在日记中写下：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到世界尽头，步履不停。”